嗱，我覺得大家回味當年嘅遊戲呢，除咗播片之外呢，如果大家知道當年香港正在發生嘅事呢，會更加立體嘅。喺娛樂圈上面啦，當年最賣座嘅電影係周潤發主演嘅賀歲片《八星報喜》。喺1988年2月呢，譚詠麟於10大中文金曲裏面宣布呢唔再領獎。結果1989年初頒發嘅最受歡迎男歌星由哥哥張國榮奪得。TVB 喺電視上咧播啲咩節目呢？3月嘅時候咧喺9點鐘嘅時段咧就播映鄭少秋飾演謝文武嘅《誓不低頭》，6月播映梁朝偉飾演小魚兒嘅《絕代雙驕》。香港同年5月大老山隧道動工興建，8月暑假期間係4年1度嘅漢城奧運會，9月屯門輕便鐵路系統第1期正式通車。11月電影分級制度正式生效，3級片呢個名堂呢由1988年正式出現啊！大家記唔記得當年你哋打緊咩機呢？如果大家檢視1987年嘅遊戲清單呢，即係上一年啊，當時呢仍然有好多出色嘅射擊遊戲嘅，但係去到1988年呢，橫向動作遊戲已經成為街機遊戲嘅主力。主要係喺1987年雙截龍同埋魂斗羅嘅成功啦，擴大咗橫向動作遊戲嘅市場。仲有就係87年大熱嘅 Capcom 快打旋風 Street Fighter， 喺1988年仍然係遊戲機中心嘅熱門遊戲啊。其他遊戲咧好似陪襯咁樣存在啊。遊戲裏邊喺美國攞鎖匙去非洲啦，甚至阿龍咧能夠出一陽指，都係呢一年1988年裏邊嘅都市傳說。嗱，我記得咧喺呢一年之前嗰啲遊戲咧，我係有能力咧練習到1 con 爆機，但去到1988年開始咧，好多遊戲真係玩過就算啦。遊戲個設計者根本唔想俾你爆機，甚至喺遊戲裏面只係出現一個失誤咧，你冇咗嗰啲強力嘅道具咧，已經唔能夠繼續玩落去。爆機咧已經係一件非常奢侈嘅事，即係除非你不停入錢去逐關啦。嗱，甚至我好懷疑遊戲設計啊，同埋嗰啲測試團隊裏邊呢，有冇人呢係可以1 con 完成遊戲嘅？嗱，呢次呢，我測算咗1988年嘅23款街機遊戲啦，最後10款呢係我主觀嘅排名嚟嘅。嗰10款呢，我覺得係當年最有影響力同埋最出色嘅遊戲嚟嘅。喺播放遊戲片段之前，提醒大家記住訂閱我嘅頻道。你哋嘅支持係我最大嘅製作動力。嗱，如果中意我嘅製作嘅話呢，記住同朋友分享啊！好啦 ，Go Go Go， 去片啊！玩呢個遊戲呢，都有嗰種呢紐約警察係乜都做唔到嘅感覺。要對付惡勢力去救人啦，唯有靠自己啦。一玩呢個遊戲呢，就覺得好似成龍踢館啊！即係話，則4年後呢，就不可同日而語咁啦。其實呢，佢係同廠 IRAM 設計嘅遊戲嚟噶。
cama. Cama. Cama.第二集食住第一集嘅聲勢啦，但係喺香港咧都唔算係好受歡迎，可能實在太多魂斗羅啦，紅白機喺屋企都可以玩啦。呢一集呢，一個明顯嘅修改呢，就係跳躍空翻嘅高度呢大幅下降，以前可以跳2層樓咁高嘅喎，今集呢，跳躍呢合乎啲真實嘅情況啊，但係其實遊戲設計講乜嘢現實啊？你支槍不停咁開，又唔會冇子彈，又合乎現實咩？Sega System 24主機版嘅第一款遊戲啦，可以4人同玩嘅，只係香港呢冇乜遊戲機中心入貨啦。其實呢幾難玩嘅，當年如果你街機玩，你可以唔入錢逐關嘅情況底下玩到第4關呢，已經好犀利㗎啦。呢部係 Sega System 24主機版嘅第3款遊戲啦，可以3人一齊玩嘅，同 Hot Rod 一樣啦。香港流行唔起嚟嘅原因係好少呢部新嘅主機版，根本好少見到呢個遊戲。其實係一款幾出色嘅遊戲嚟㗎，但係要跟主機版同年推出，銷售就一定唔會好理想㗎啦。可能街機就係一個咁殘忍嘅戰場。
呢部遊戲呢會顛覆你對超人嘅睇法嘅，因為呢個超人一啲都唔超，除咗識得飛天，基本上任何敵人都可以打低你，一啲中頭目都可以秒殺你嘅。以前一玩呢就已經有呢種感覺噶啦，乜唔係超人嚟嘅咩？係咪可以超多少少呢？呢一款 Capcom 嘅射擊遊戲啦，機體第一關呢係戰車形態嚟嘅，去到第二關呢就會變成飛機嘅。Capcom 喺上年推出咗 Street Fighter 啦，對整個遊戲業界造成咗巨大嘅衝擊啊！大把本錢喺手啦，想設計咩遊戲就設計咩遊戲啦。呢一個遊戲公理金團啦，我始終都覺得呢，佢個打擊系統係非常之唔實在嘅，俾人打中啦，或者打中對方啦，都冇咩聲效啊，同埋視覺效果嘅，大大減低咗呢個遊戲嘅樂趣啦。嗱，個遊戲企定5秒呢可以儲氣啦，最多呢可以儲3級嘅鬥氣作為防護嘅。其實呢個系統呢形同虛設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基本上長期有敵人衝埋嚟嘅，你根本冇咩機會可以儲氣㗎。
趣而且簡單嘅戰場射擊遊戲啦。優點呢係用1蚊呢係可以玩好耐嘅。大家當年去機鋪打機呢，去到銀根已盡呢，剩低1、2蚊又想留多喺機鋪多一陣嘅玩家呢，呢個遊戲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。可能第一集太入腦啊，總係覺得呢一集不似預期，批爭就被廢咗武功啦，唔能夠一爭批到底啊！雖然當年都有玩呢一個遊戲啦，但係總係覺得新意欠奉啊！你見到旋風腿就知道係快打旋風一代嘅影響而出現嘅必殺技啦。總之有得出波出旋風腿就係勁啊！其實波動拳都係抄龍珠嘅龜派氣功㗎咋。嗱，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個遊戲裏邊呢，要背向敵人用虎尾腳去出招，其實真係好唔合邏輯㗎喎。日本1978年嘅電視劇《西遊記》，主角孫悟空呢係由芥正章飾演，因為播出後呢喺日本大受歡迎，《西遊記》對日本人嘅影響由此開始。嗰啲中華文化嘅影響力呢都係由嗰時開始嘅。電視劇之後呢，先有龍珠啦，先有一出動畫《太空西遊記》啦，同埋各類嘅街機遊戲嘅產物啊，包括呢一個遊戲《中華大仙》及稍後會介紹到嘅《西遊降魔錄》。
上海咧係1986年喺電腦系統上邊推出嘅碟牌遊戲啦，喺1988年咧先至喺街機上面推出嘅。嗱，時至今日咧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花牌上海遊戲啦，唔可以進錄噶。我印象中咧，當年經常喺機鋪見到女仔玩上海呢一款遊戲嘅喎。呢一首洗腦嘅主題音樂咧，到現在都仲記得啊！當年咧，香港咧都有好多人玩呢一款橫向動作遊戲啦，大家都會叫佢做龍之忍者嘅。由於1987年嘅雙截龍帶起打人橫向動作遊戲嘅熱潮啦，呢一款係其中一部嘅時代產物嚟㗎。我知道咧，呢一款遊戲咧喺外國嗰度咧係十分之流行㗎喎。I'm bad. Got it. Yeah. I'm bad. I'm bad.又係 beat 'em up 啊，橫向打，遊戲界寧願一窩蜂製作當頭起嘅遊戲類型啦，因為玩家嘅數目有保證㗎嘛。
第10位 Thunder Cross。幻鄉動作遊戲似乎已經係大勢所趨，射擊遊戲去到1988年呢已經不復當年勇，市場自然地減少推出。嗱，呢一款呢係當年少數成熟高質素嘅射擊遊戲嚟㗎。第9位《忍者龍劍傳》啊！忍者動作為主題嘅遊戲作品歷久不衰，時至到今時今日咧，仍有此題材嘅遊戲。而《忍者外傳4》咧，亦都啱啱喺 PS5 嗰度推出啊！跳躍過肩摔係咪真係 work 㗎？去到第8位 Wonder Boy 3。
遊戲裏邊嗰個隨機獲得武器嘅系統呢，令到你同 boss 嘅對戰難度會唔同咯。有強勁嘅武器呢，最後個 boss 就自然較易對付啦。因為呢，以前呢能夠一 con 打爆第2集啦，當年呢好想呢一集第3集呢都可以打爆機嘅，但係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，最後尾都係放棄咗。第7位 Robocop 鐵甲威龍啊！趁電影上年上映啦，設計遊戲大賺一筆。呢個遊戲呢喺各地上邊嘅街機呢都大賣嘅，當然啦，同電影受歡迎係有關啦。電影喺美國於1987年7月上映，香港呢就喺1987年嘅聖誕上映啦。當年票房呢，香港大約都有1400萬港幣。1987年睇場戲呢，後座票價20零蚊到啦。咩叫後座呢？問下你爸爸，你應該會知道噶啦。對比而家呢，算叫做有8000萬嘅票房噶啦。電影上映之後啦，仲有租帶啊，同埋拍攝電影續集等嘅條件啦。1年後再推出呢款街機遊戲啊，所以大賣。第6位，最後之引導。遊戲有細緻同埋出色嘅視覺效果，加埋忍者遊戲嘅流行啦，成為當年熱門遊戲之一。但係設計者根本咧真係唔想俾你完成呢個遊戲嘅，呢個係 IRAM 當年嘅通病嚟嘅。R-Type 係咁樣啦，最後之引導亦都係咁。我當年咧玩到第4關就放棄啦。只要你喺遊戲中出現一次失誤咧，你冇咗啲強化道具咧，你好難玩落去，難玩到黐線啊！有時間我會再挑戰下，再拍片嘅。
第5位 Atomic Runner Cherlov。遊戲主角嘅名字係 Cherlov， 呢個咁嘅名稱加埋推出嘅日期呢，好難唔令人回想起2年前1986年4月切爾諾貝爾嘅核災難。遊戲嘅主角係一個煤礦工人啦，核爆之後呢，主角便有超人嘅能力，但係遊戲嘅內容呢，其實根本與核災無關嘅，只係一部動作遊戲。第4位大魔界村。呢個係 Capcom 研發主機版 CPS-1 嘅第2款遊戲。推出呢一個遊戲嘅時候呢，當年呢一塊主機版呢未成為香港街機主流，所以好多機鋪呢都唔願投資啦，以致呢大魔界村呢未能喺香港流行啊！我作為第1集嘅少數破關者啦，亦唔知道已經推出咗第2集，你就會知道其實香港真係好少見到呢個遊戲嘅。直至到1年後 Capcom 推出 Final Fight 咧 ，CPS-1 呢塊機板咧，先至慢慢成為遊戲機中心嘅必然配備啊！但有可能係盜版機板嚟嘅，我唔肯定。所以咧 Final Fight 之前呢個機板出嘅街機遊戲咧，例如飛龍啦、吞食天地1啦，喺香港都唔係好流行嘅喎。講翻呢個遊戲啦，難度比第1集低啊！亦都係一款出色嘅遊戲嚟嘅。我呢個頻道2年前呢已經有收錄過呢一部作品嘅爆機影片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呢可以揾翻嚟睇下嘅喎。第3位
西遊降魔錄》。遊戲簡單直接，要爆機唔算難嘅，但係尾關呢時間呢唔足夠噶，仲要應付最後 BOSS 嘅隨機撞擊啦，同埋老張攻擊。我只係用大師兄悟空嘅，佢嘅優點呢係比沙僧同埋八戒靈活少少，真係只係少少嘅啫，其他人感覺唔到嘅，呢個都只係我嘅個人感覺嚟嘅啫。第2位，獸王記。Rise from your grave. 遊戲係當年嘅話題作品啦，應該有好多朋友玩過嘅。相信呢，我一講《獸王記》呢，大家都知道我係講緊邊一款遊戲嘅。遊戲總共有5關啦，每關擊倒伯樂之後呢，就可以獲得能量球嘅。收集3個能量球呢，便可以變身做獸人嘅咯。5關分別可以變成為狼啦、飛龍啦、熊啦、虎啦，最尾嗰關都係變翻做狼嘅。
第一位，俄羅斯方塊。簡單嘅遊戲設計，首創匹數類別遊戲，我覺得之後推出嘅所有由上而下跌落嚟嘅砌磚塊遊戲呢，我唔理你砌乜嘢，點樣稱行都好，所有嘅意念呢都係取材自俄羅斯方塊，排名第一，當之無愧。唔止係1988年啊，甚至係遊戲史上面嘅10大遊戲 Tetris。亦都係實至名歸嘅不朽經典嘅遊戲，仲配上出色嘅背景音樂，大家都會記得呢啲都係俄羅斯方塊嘅音樂，夠晒洗腦啦！另外，大家知唔知點解呢個遊戲裏邊嘅 R 都係調轉寫嘅呢？調轉嘅 R 其實係西里爾字母嗰個 R 嘅發音係 ya 或者係 ja， 亦都係俄語採用嘅字母嚟嘅。目的呢就係想強調俾人哋聽呢一個係俄羅斯人設計嘅遊戲。好啦，1988年嘅街機遊戲差唔多係咁多噶啦。如果有遺漏，真係抱歉啊！我會繼續輯選嘅，不過都係同之前講嘅一樣啦，要大家嘅支持同埋俾多啲時間。好啦，拜拜。